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殿下，花烛良宵，早些安置吧。 我答应过你3次相让，这是第1次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不用你让。太子妃，卯时过半，该起了。太子殿下。 太子妃殿下，请去凤章殿给陛下、皇后娘娘问安。心腹奉茶。父皇。母后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 谢母后。太子取得心腹，你2人从今日起，需同心同德，互敬互爱，方是夫妇之道，大伦之本。儿臣遵旨。太子妃是心腹，宫中多有规矩，
东宫里的事务也甚是繁琐，我身边的赵女使颇为得力，便将她赐予东宫，服侍太子妃。多谢母后体恤。母后，东宫里的人多得很，侍候太子妃的女官、宫女不下100人。既然是这么得力的人，不如继续留在母后身边吧。你们男人呐，哪懂得做心腹的难处？若没有一个得力的女官帮衬，不知道要费多少力气和心思。既给了太子妃，太子便不要推辞了。是。太子妃，你们留在这里。是。阿英，阿英，殿下有事吗？皇后赐你女使，明显是有监视之意，你为何毫不推脱，爽快答应？母后也是一片好心。殿下想多了吧？阿英，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？殿下是想让我笑吗？我可以笑的。你要是恨我，跟昨晚一样刺我便是。我为什么要刺你啊？我又打不赢你。统共才相让我3次，现在只剩下2次了。殿下要是真杀了我，可怎么办啊？我阿爹现在已经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他既记不得回家的路，也不知道崔家军其实已经没有了。每天还念叨着要回大营里去看看。我要是死了，我阿爹也活不了。殿下想要娶我，现在已经娶了。殿下想让我做太子妃，我现在也已经是太子妃了。殿下若还想让我像从前新月17郎那样新月殿下，那恐怕是不能的。我帮你摘吧。不用了。一会儿吃些东西再睡吧。不能不吃东西啊。等会儿桃子做甜汤来了，喝2口。我累了。殿下，下去吧。汤到了，桃子刚送来的，喝2口吧。
崔大将军每天都在这里。崔大将军，你们是在叫我吗？你们谁呀？你们看，这地方地形不错，要是敌人来抢滩的话，该怎么办？敌军几何，我军几何。若是敌我相当，自然是在那儿用上弓箭；若是敌军数倍于我，便步上旌旗，左右侧翼用箭；若是我军数倍于敌，便中流击之。说得不错，咱们崔家军有你这样的后生，也算是难能可贵。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将来升你当队长，好好立功，前途无量。大将军，我叫李尼。这名字听着耳熟，但是想不起来。你的样子，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，可是记不得了。小姐，我每天都给大将军施针用药。大将军虽然清醒了一些，可还是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阿爹这是心病，只怕是施针用药都治不了根本。咱们还得再想想其他的法子。我回去以后再多查阅一些医书，看看还有没有未用过的医治之法。我也老了，以前哪有这耐性啊？钓什么鱼呀？下水捞几条，岂不痛快？可是后来一琢磨，这钓鱼跟射符非常像。你看，往水里，哎呀，撒上鱼饵。诱之以利，然后还要沉住气，等鱼真的上钩。你看，是不是跟射符很像？大将军，跟我讲一讲崔家军吧。崔家军这说法，文宗年间就有了。那时候接触人老来抢粮食，我太爷爷的大伯就组织崔家的子弟起来反抗。这一来二去啊，就有了崔家军。后来陆续扩张，朝廷也给了粮饷。崔家的子弟总是要上阵杀敌，死得早。所以长辈们总是张罗着早点结亲生子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就已经娶妻了。我也已经娶妻了。是吗？谁家的姑娘？哪天你带来我瞧瞧。好。可惜啊，我
过的娘子。有一次，我带兵出城去打仗，城里只剩下老弱妇孺。敌人来袭城，他带着娘子军奋力反抗，没有后退半步，就这样战死殉城了。等我赶回去的时候，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我抱着他冰冷的尸体，悲痛万分。还好，我和他还有一个孩子，不然那一刻真难活下去。大将军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。我娘子和我结离10多年，跟着我在瀛州戍边，连一天半天好日子都没过过。我和他少年夫妻，没想到没有恩爱到白头，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你说，有再大的功业，又有何用？那是我心里最大的憾事。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报仇，替娘子报仇。后来，我替我娘子报仇了。咱们崔家军在我的手里，也算是更进一步了。所以朝廷赐名咱们崔家军为定胜军。咱们崔家军有一面旗帜，上面绣着“定胜”2个字，那是先帝所赐。我常想，咱们崔家军有现在的成就，那是有我娘子一半的功劳。若是他能看到那面旗帜，哎呀，不知该有多欢喜。可惜他再也看不着了。那面旗帜，若小子有幸，也能看上一眼就好了。你生得晚，没有看到我那次在沁水泉设伏。那天雪下得非常大，我们几万崔家军埋伏在雪地里，悄然无息。那真是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那么大的雪，连一个活物都看不到。我想，莫非解说人不走这条路，要这雪再下的大些，那我这几万人就要葬送在这里了。结果没想到啊，解说人果然还是中计了。那场仗打的痛快，真是痛快。我听说过，自从沁水泉之围，解说人再也不敢踏过聚义山。孙敬大败一罗，
我将接说人赶出了聚义山裴县，让秦军再也不敢靠近劳兰河。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，那个高兴啊，都夸我们3个是国朝3杰。陛下召我们进宫赐宴，结果没吃饱。出宫之后，就跑到丰阴楼找补吃食。后来，孙敬和裴宪也先后赶了过来，3个人大醉一场。我好像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你过来。你是裴宪的儿子，裴莽。那年你13岁，你牵着马在丰阴楼下等你阿爹。你阿爹醉得上不了马，你还怪我和孙敬，把你阿爹灌醉成那样。大将军，裴莽是我的兄长，我是裴元。哦，好像看着你也是很眼熟。你难道是孙敬的儿子？等等，地上凉，这床被子你也垫着吧。不用了，一共才2床被子，你盖着吧。桃子，你想团这个吃法真的很有古意，就像古人用鼎煮肉，还用菊花花瓣去腥味解腻。是啊，这锅子下面生着火，煮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涮着，这样的话肉才不会煮老呢。小姐，今天您可要多吃一些，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人都清瘦了不少。你也要多吃一点。来，这边的肉都熟了，吃。石七郎，这天也太冷了，要不咱回去吧？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要去顾良娣那用晚上，他还装作一副马不在乎的样子。你说，我是不是该晚点再回去？石七郎，其实我没太听懂，你说太子妃都满不在乎，你为啥还要在这儿走来走去？晚些再回去啊？哎呀，我真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喜欢你。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傻乎乎的样子。是啊，这可不是吗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傻子真是傻人有傻福。
桃子能喜欢我，确实是我的福气。石七郎，你真不回去啊？不回去。那你要不回去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桃子跟我说，她今天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鲜吃食，说要我回去一起吃。哎，去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们都知道你是跟我一起去见顾良娣的。你这一回去，那他们岂不就发现我早就从顾良娣那儿走了？那我不就露馅了吗？那我不就白白吹半个晚上冷风了？对啊，石七郎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殿下，去给我拿一双筷子。哦，不准拿。不是在顾良娣那用晚膳吗？怎么，这顾良娣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？这可不行。桃子，去传顾良娣来，我要问问她，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。是。不准去。桃子，你出去。常儿在偏殿等你。是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就算是顾良娣没有侍奉好殿下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？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是因为我去顾良娣那儿用了晚膳呢？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？生气？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？你如果没生气，你为什么要找顾良娣的麻烦，还要传她过来问话？殿下这是忘记了吧？我是太子妃，在这东宫里面，良娣没有侍候好殿下，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过问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，自然要尽忠职守。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，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？身为储君，替朝廷谋划，解散崔家军，把我父亲从一个万军统领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，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所担忧的藩镇之祸吗？阿英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回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回哪里去？这里是承鸾殿，就像你说的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已经是太子妃，就应该尽忠职守。殿下有自己的寝殿，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，在我这睡了几晚地板，做样子而已，何必呢？殿下睡不好，我也睡不好。你这是要赶我走？对，我就是要赶你走。我就不，我不但就不走，我还要在这儿睡下来。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，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。还想用这招？我不会再上你这套。
殿下醒了。昨晚，我们……殿下不用放在心上。些许小事而已。小事。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。其实，殿下真不必介意。反正等我一旦有孕，我就会把你杀了，让我儿子继位，这样我就是太后了。怎么，殿下又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？但你也没吃亏啊。小姐，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？哦，我想着你说接受的事情有些眉目，那今天正好可以去追查。哦，是有一个接受人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，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京，据说是接受首领乌洛的亲信之人，但是这个消息也不确定是真是假，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。小姐，那个扮成行商的，今日就在这儿喝酒。二位吃的可好？以后常来呀。好，哎，二位，里边请。不了，楼上要个雅间。啊，好，那楼上请。啊。行商是不是接受人？那是乌洛的堂弟，叫乌延。乌洛对这个人很信任，我在瀛州的时候见过他，别人不认识，我是认识的。那他偷偷潜入西长京，想要做什么？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查博士。客人有什么吩咐？今天这鲈鱼不错，帮我留一条活的，我要带走，不用你们钱。客人果然好眼光，这南边来的活鲈鱼啊，说句大话，在整个西长京，除了我们丰盈楼，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，只怕也是没处去找寻。我这就去办。我记得你是不爱吃鱼的。某些人爱吃啊，我又不像某些人。自己吃得好，却从来不想着别人。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饱了，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。就是啊。两位客人，适才两位说要加一条鲈鱼带走，回家做鱼块。不用你们切啊，我们自己带回去切。对。可初夏呢，只有一条鲈鱼了。而另一位客人呢，也十分想要，就问能不能多出1倍的价钱，请将这条鱼让给他。不行，这条鱼是我先点的，得归我。什么？加钱也不行吗？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，不肯相让。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一趟，我同他们说。哎，好。两位客人，这位想要鲈鱼的客人真的十分诚心，前来亲自相求。
两位客人，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，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，我愿意代付两位酒宴的账，并再送上一笔银钱。家中娇妻深爱此物，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，只怕回家要跪算盘。 有那么馋吗？跪算盘？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？殿下做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罚你。 阿爹，阿爹，您怎么样了？阿英，你瘦了，也憔悴了。这些时日，让你担心阿爹了。大小姐，刚刚太医才来看过了，说吐出了胸口的淤血。 大将军神志清明，慢慢调养就无大碍了。知道了。我只觉得这心里有块大石头被挪走了，可是吓坏你了。这段时间可真是担心死了。阿爹没事了，真的。这些日子就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。 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，但是阿爹，您的头发全都白了。傻话，阿爹老了，头发自然会白。阿爹都是要做阿翁的人了，头发怎么会不白呢？嗯。你舒服点没有？好多了。好了就好。事先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法子，太医说会很冒险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其实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要有个万一，我该如何面对你？ 但是后来我想，崔大将军是个用兵极勇之人，若他知晓，定然肯冒这样的险。于是，我便让穆仙鹤变了一场戏法，果然，这一击便将他体内的淤血激了出来，人也就变清醒了。17郎，谢谢你。我辛苦这么久。 你只说一句谢谢吗？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现在还想不出来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就想出来了。你说呢？这次一定要好好谢我。我想请岳父大人到青云观居住，那里十分清静，又有亲兵护卫，而且。 玄泽也住在那里，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，还可以教教玄泽。有个小孩承欢膝下，也会少思少虑，颐养心性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阿爹教我习武的时候，最是高兴了。好了，
殿下可以去上朝了。我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交给你。什么要紧事啊？我们那后殿那个浴桶太小了，换个大一点的吧。好了，该去上朝了。不上了。你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都不知道，这裴大将军要出征，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。还有，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几日没有去朝中吗？我那父皇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。如今3省6部的文书都已经堆积成山了，我忙到这个时辰，也才处理9牛1毛。那你用了晚膳没有？我想吃涮肉，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。还有啊，人家桃子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，都会叫耳朵一起，你从来都不叫我一起吃。这有何难？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。哎，都已经3更天了，这么晚了，别吃了，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。不，还是要先吃涮肉。不，先睡觉。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？我听过您好多故事，雪夜为接硕，大战沁水泉。那是谁讲给你听的？是韩将军，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讲故事。崔大将军，您的刀法天下闻名，韩将军教过我一些剑法，我能跟您学刀吗？自然可以啊，来，看好了。好，来。对，再来。到了青云观，阿爹的精神果然好了很多。崔大将军可以将你教得很好，那么一样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。哦，原来你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盘。这怎么能是如意算盘呢？崔大将军有玄泽承欢膝下，玄泽又很仰慕崔大将军，可以跟他学习很多很多东西，这难道不叫两全其美吗？是，殿下说的都对。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，你都好久没有叫我17郎了。明明昨晚刚叫过。那不算啊，那是你输了，我的彩头。哎，阿爷，我在想，咱们要不要先生2个娃，一个叫阿轸，一个叫阿道，剩下的慢慢再生。谁说我要跟你生娃了？之前你自己说的要生4个啊，不能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？你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哦，又会算盘的。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。我可没说。哎，我不管啊，就4个。不行，我没答应过。那就6个、8个、10个。两位，今日吃的可好啊？特别满意。谢过客人。哎，今日南边来了很好的活鲈鱼，客人要带1条回家做鱼块吗？好，那就带1条。客人上次花费重金才买得1条鱼，今日又给了我们肉多赏钱。我们掌柜说呀，今日这条鱼是柜上送给客人的。客人上次说家中并无算盘，我们掌柜说呀，这把算盘也是送给客人您的。哦，谢谢了。帮我告诉你们家掌柜，他可真是太会做生意了，不愧是西长京第1酒楼，注定生意兴隆。谢谢客人。客人，您的鱼。谢谢。
给你算盘你就真要啊？咱们家确实没有算盘嘛。再说了，人家特意送的，不收的话岂不是失礼啊？那你打算拿着算盘做什么呀？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当然是以备不时之需啊。你怎么会有不时之需啊？我当然没有不时之需了，我是怕你有不时之需。你这么狠心吗？这可是算盘。有人说了，他的娇妻动辄就让他会算盘，与其枉担了这个虚名，还不如名副其实。我说笑的。小姐，啊，小姐，桃子，小姐，有件事，我想我必须得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咱们崔家军现在已经陆续裁撤完毕，留在瀛州等待裁撤的不过数百人而已。皆说犯境，朝中竟命裴大将军带着镇西军的人前往瀛州，并严苛县令，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即刻卸甲，至贝州修筑水渠。据说这贝州官吏十分严酷，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如同犯人一般，不仅克扣饮食，动辄还棍棒相加。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于是公推了一名谭副将，从贝州一路逃到了西长京，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或是小姐。这件事情不要让父亲知道。是。这个谭副将现在身在何处？他是逃出来的，身上还有伤。到了西长京以后，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。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，他认得我，跟了我好长一段路，见我身旁无人，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。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，只是跟从前比，实在是消瘦憔悴了不少。想必这一路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。他没有文牒，也不敢住店，说是这几日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容身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殿下？不，这件事情事关撤裁的崔家军，不要告诉殿下，免得他为难。这样吧，你约一下这位谭副将，去丰盈楼，然后咱们两个人假装去吃酒，先见一见他，然后问清楚贝州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。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天才吃上涮肉。殿下每天回来我都说可以吃，是你自己非说太晚了不能吃。确实太晚了嘛，哪有3更半夜吃涮肉的呀？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值得纪念。画册呢？快把画册拿出来，把咱们吃涮肉这一幕画下来。不画。那我自己找。那就是不在这边了，那应该在那个方向。不准拿！哎呀，不，我就知道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。怪不得你不肯让我看，你怎么能乱画呢？我分明就没有跪过算盘，你这么画，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，那我岂不要被笑死？你现在没有跪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跪啊！我这叫未雨绸缪，啊不，未卜先知。你这叫颠倒黑白，不行，这也得撕了。不能撕，我就撕，不能撕，我好不容易画的，就撕，你给我。
殿下，都已经卯时3刻了，难道殿下从前在军中也是要睡到日上3竿的吗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快起来了，不要让朝臣们等着。来，起。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，真的感觉度日如年。你呢？见不到我，是不是也度日如年？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，所以白天也没有很难熬。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很难熬啊。好了，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，回来就能见到我了。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？我打算跟桃子去丰影楼吃酒。别去丰影楼了，上次送鱼就算了，还送蒜盘，真是罪大恶极。好了，赶紧起来更衣了。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务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见到我了。见过大小姐。谭副将，属下以为再也见不着大小姐了。大小姐，大将军可安好？父亲一切皆好。啊，属下受贝州400余名原崔家军将士嘱托，进京前来求见大将军。大小姐，我们没有活路了。大小姐，这是我们467人的联名血书，请大小姐过目。贝州官吏从上到下从来不把我们当人，我们也是忍无可忍，才写下这血书，真是字字血泪呀。殿下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？是要回东宫吗？你不知道太子妃和桃子一起去丰影楼吃酒了吗？啊！我现在要赶紧把事务处置妥当，带你一起去丰影楼。桃子真是，她都没跟我说。走，我们去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好。醉成这样，一会儿怎么跟弟妹交代？尊夫人确实带了女使来过了，他们今日会见了一位客人，不过没点什么酒菜，在雅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走了。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？是啊，也没坐多久，大概1炷香的功夫吧。我进去给他们添茶，就发现人已经走了，还在桌上留了赏钱。那是哪间房？带我去看看。好，我带您上去。十七郎，太子妃和桃子是不是已经回东宫了？我会去看看。不会，
把这房子搜一下。是。长儿，你现在立刻回去，拿着我的印信通知禁军，立时关闭西长京所有的城门，任何人不准出城，就算奉旨也不行。叫雨莲卫来。是。这就是崔林，崔乙的女儿，李逆的太子妃。无言，事前我们可说好的，我利用谭副将引出崔林，你们接硕就会帮我把崔林带到此处，暂时安身。然后，崔林归我带走。到时候李逆发现崔林失踪，他一定会四处寻找。你们是否能够得偿所愿？ 趁机劫杀李逆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没错，我答应过你，你也答应过我，事成之后就给我真正的神药，让我服下之后，哪怕我以后再也不吃药，也不会筋骨寸断而死。不错，我也答应过你。那你现在把神药给我，我把崔林带走。 那他呢？任凭你们处置吧。